台灣海峽西岸嘅千年古都泉州，係閩南文化嘅發源地。從現實嘅結果嚟睇，喺大多數人嘅眼中，比隔離初代嘅網紅城市廈門低調得多，缺少咗城市高樓大廈嘅天際線，亦都缺少咗井然有序嘅精緻感。如果話廈門係一個現代化嘅城市，咁泉州顯然就係一個大農村。歷史上泉州喺馬可波羅遊記中嘅記載係一個商業天堂，係東方嘅亞歷山大港，曾經係宋元時期嘅世界第一大港。中國古代嘅貿易通道被稱為絲綢之路，絲路嘅起點由西安、洛陽同埋泉州為代表，而泉州係唯一嘅海上絲路起點。古代海上貿易嘅繁榮造就咗一個與眾不同嘅泉州，同樣塑造咗閩南人經商方面嘅群體天賦、開放嘅歷史、獨特嘅人文。喺歷史上，呢度混雜咗世界各地嘅商賈，隨之而嚟嘅係世界各地嘅宗教。回望歷史，活在當下，一切嘅起源可以從坐落喺泉州老城區，始建於唐初686年嘅開元寺鋪開。開元寺有東西兩塔，其東塔為鎮國塔，重建於南宋1238年。塔身全部採用花崗岩石，依照木結構樣式而建造嘅樓閣，距今差唔多有800年嘅歷史。經歷幾百年間颱風侵擾、地質災害、數個朝代更替間嘅戰火硝煙，依然穩如泰斗，堅如磐石。樓高48米，喺過去嘅幾百年間，基本上可以斷定係泉州老城嘅天際線。塔基刻有釋迦牟尼連環故事嘅浮雕39幅，塔身每層有4個門塚，門塚嘅位置逐層互換。塔壁上嘅神像，無論係服裝、姿態、武器、表情各不相同，分別由武士、天王、金剛、羅漢等浮雕，總計80尊組成。今日睇嚟仍舊算得上雕工精細、神態生動，側面上亦都反映咗當時泉州石雕工藝嘅成就同埋高度。塔頂有剎，塔蓋上有鐵香爐、銅寶蓋，塔尖喺陽光照射嘅情況下閃閃發亮。8條鐵鏈從塔剎斜拉住8個角位，每個角下方掛有小銅鐘，共計有40多個。由於佛教發源於印度，結合本土嘅建築文化，好一個典型嘅中印結合體。仁壽塔係西塔，建設嘅時間比鎮國塔稍微早一啲，1228年開建，落成於1237年。仁壽塔嘅結構同埋裝飾同埋鎮國塔基本相同，只係高度稍微低咗一啲，只有44米嘅高度。塔頂剎尖上托嘅係銅製蓮花造型，而唔係鎮國塔嘅金剛葫蘆。塔身上嘅雕刻大體上同鎮國塔差唔多，唯獨少咗佛像，卻又意外多咗梁武帝蕭衍、昭明太子蕭統嘅雕像，仲有大唐三藏經師畫入邊嘅行者形象，亦即係今日《西遊記》入邊孫悟空最早嘅形象。畢竟《西遊記》嘅故事發生嘅背景就喺唐朝時期，作為絲路起點嘅泉州，各國商旅混雜，自然流傳着唐朝和尚去印度拜佛求經嘅故事。經歷咗5代十國時期嘅民族大融合，社會多元化，信仰多元化，隨之而嚟嘅係各種宗教得到咗發展，喺泉州呢個地方相互借鑒、相互競爭，百家齊鳴，大放異彩，因而表現喺當時嘅建築上，自然就形成咗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嘅形態。亦正因為社會嘅包容性，
商業嘅繁榮隨之而嚟，跟隨住資本嘅腳步，民間嘅往來，貨物嘅交易，同時帶嚟咗文化嘅碰撞，極大咁促進咗經濟嘅發展。建於唐朝初期686年嘅開元寺，原名為蓮花道場，喺後期738年正式更名為開元寺，係宋元時期泉州最大嘅寺院。歷史嘅源遠流長，歲月嘅沉澱洗禮，使得圍繞着開元寺嘅傳說故事講極都講唔完，處處都係遺址，件件都係文物。大雄寶殿正中有匾額“雙蓮法界”4個字，其中繁體嘅法字通法字，估計冇幾個人會認識。大殿月台上嘅須彌座使用咗印度教派嘅建築構件，就算今日睇嚟都極其罕有。側面上亦都印證咗當時教派上嘅互通有無，彼此共存。開元寺入邊嘅檀越寺係紫雲皇氏嘅祖祠，嚴格嚟講屬於私人地方。皇氏子孫散布海內外500萬餘宗，皇氏後人為咗開元寺出錢出力又出地。紫雲皇氏將檀越寺嘅管理權交俾咗開元寺，成為咗開元寺嘅一部分。寺內嘅藏經閣、經文書籍嘅歷史可以追溯至900多年前。傳播嘅理念從最初嘅阿彌陀佛普度眾生，變成咗今日嘅統一華夏、平得天下。閩南文化嘅特色自然跟天后宮有着千絲萬縷嘅關係。天后宮當地人稱作媽祖廟，大致上算得上係正宗嘅本土宗教。泉州呢座建於1196年嘅天后宮，係海內外媽祖廟最早、規格最高嘅古建築。史料上記載，泉州商人襟帶江湖，足跡遍天下，南海明珠、月堂翡翠無所不有，民生之地、雕題之國無所不到。泉州商人每到一處，喺當地建造會館，喺鄉下請嚟媽祖供奉。媽祖廟遍佈海內外，有閩南人嘅地方就有媽祖廟嘅落成。傳說福建人嘅護照世界免簽，因為佢哋並不需要所在國嘅同意，只需經過媽祖嘅同意，就能喺晚上揚帆起航，踏遍全球。媽祖無疑係全球免簽嘅一個公章。泉州號稱世界宗教嘅博物館，到處分佈有各種各樣嘅宗教建築。呢座清淨寺係阿拉伯穆斯林喺中國創建嘅現存最古老嘅伊斯蘭教寺，始建於北宋時期。開放嘅多元社會為所有嘅神佛提供咗落地生根發展嘅無限可能，包羅萬有，滿天神佛，使得每一個到來泉州嘅人都能揾到屬於自己嘅信仰，相互包容又相互尊重。呢種包容性放喺現時就係一種諷刺，呢份尊重放喺當今更係一份奢望。究竟係歷史嘅進步定係倒退？恐怕只有歷史本身先至會明白。香火最鼎盛嘅非城內關岳廟莫屬，而且前嚟大部分都係年輕人居多。呢座廟宇最早拜祭嘅係三國時期嘅關羽，叫關大廟。後嚟喺民國1927年重修加入咗民族英雄岳飛共同拜祭。關岳廟檐瓦上係精美嘅瓷雕世界，花鳥魚蟲、飛禽走獸、游龍飛鳳、神仙佛祖、歷史人物既繁複又艷麗，使之成為咗呢條街最靚個靚仔。世俗嘅歷史人物比漫天嘅神佛更接近人氣。關羽嘅重情重義，岳飛嘅忠君愛國，係社會嘅主旋律。佢哋嘅歷史典故早已經深入人心，面譜化嘅形象影響着一代又一代嘅年輕人。夢想成為關羽、岳飛咁樣嘅人物，未知是否準備好接受嗰個時代嘅來臨。